在人類航空歷史上，很少有一架戰鬥機能像 F-14熊貓這樣，深深地刻進一代人的流行文化記憶裡。那也是火力軍的童年夢想。提起它，你腦海中一定會浮現出航母甲板上彌漫的蒸汽，以及那雙在天空中優雅展開的可變後掠翼。按理說，這樣一架功勳卓著的戰機在退役之後，本該安安靜靜地停在航空博物館的草坪上，接受軍迷們的致敬。但在亞利桑那州的飛機墳場，重型粉碎機無情地砸向 F-14的機身，連同它那最引以為傲的鈦合金一合一起被徹底攪成金屬碎屑。為什麼美國要親手把自己的工業結晶抹除得乾乾淨淨，甚至連一套生產模具都不願意留下？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間來到2026年的今天，美国國會竟然以罕見的全票通过了一項名為独行俠法案的新提案。他們把仅存的3架 F-14從毀滅的邊緣搶救了回來。今天火力軍就帶大家揭開這架傳奇戰機身上那道鎖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安全枷鎖，看看美國人當年是如何壯士断腕，又是如何在今天讓這頭熊貓跨越工程絕境，重返藍天。要弄懂這架飛機為什麼會遭遇如此極端的命運，我們得把時間撥回冷戰。上世紀60年代末，面对蘇聯轟炸機和反艦導彈的饱和攻擊威脅，美國海軍急需一款能在遠距離攔下所有空中威脅的重型截擊機。F-14就是在這種高壓需求下誕生的。憑借標誌性的可變後掠翼設計，它完美兼顧了航母低速起降的穩定，以及2馬赫以上的高速攔截。在30多年的時間裡，它一直死死撐着美國海軍艦隊的絕對防空傘。然而，正是這款代表着當時美國最高航空工業水準的利器，在其服役初期就被捲入了一場地緣政治的世紀豪賭。70年代，為了在中東建立一個對抗蘇聯擴張的堡壘，美國政府做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把80架最先進的 F-14A 戰鬥機連同配套的不死鳥遠程空空導彈一併賣給了當時的盟友伊朗巴列維王朝。在當時的戰略版圖上，這是一部穩固中東防線的好棋，但歷史的轉折往往就在一瞬間。1979年，伊朗爆發革命，政權更迭，原本的親密盟友一夜之間變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美國人突然發現自己手裡最锋利的剑落到了敌人的劍鞘裡。在此後2伊戰爭以及往後的幾十年中，這批 F-14成了伊朗防空體系的絕對核心。為了維持這些精密戰機的運轉，伊朗在全球範圍內編織了一張複雜又隱秘的走私網絡，千方百計地搜刮 F-14的零部件。這就給美國帶來一個致命的困境，只要美國國內的倉庫裡還存有 F-14的零件，哪怕只是當年生產這些零件的圖紙和工裝夾具，他們就有可能通過黑市流出去，變成增強對手實力的武装给養。當 F-14機隊在2006年正式從美國海軍退役，把接力棒交給超级大黄蜂时，這種安全焦慮達到了頂點。怎麼才能徹底掐斷這條走私線呢？面對這個棘手的局面，美國國會給出答案果決而徹底。2008年，一份嚴厲的國防授權法案正式生效，它明令禁止國防部出售任何 F-14的專用零部件，並下令將用來制造這些飛機的工具和模具一併銷毀。只有極少數經過嚴格去軍事化處理的機體才能被允許留在博物館裡做靜態展示。那些曾經在海灣戰爭和巴爾幹半島立下汗馬功勞的鋼鐵戰機，成批的被送進了粉碎機。這是一場沉重的犧牲，美國親手抹除了讓 F-14重新飛行的全部基礎，關死了那扇大門。可是誰也沒有料到，近20年後的2026年，一場席捲中東的風暴竟然意外地把這把生锈的安全鎖直接給劈開了。當外部的安全威脅被徹底蕩平，那些封存在沙漠裡的舊日傳奇終於迎來了命運的轉機。我們將把視線投向中東，看看 F-14是為何重生的。把時間快進到2026年春天，中東局勢的巨變促使美国與以色列採取了果斷的聯合行動，代號史詩狂怒。這場行動的目標非常明確，消除該地區日益升級的安全威脅，拔除對手的戰略威懾能力。在連續的精確打擊中，多處地下設施和研發中心被徹底癱瘓。而在這一系列行動中，有一個特定的戰術目標，直接決定了 F-14熊貓戰鬥機未來的命運。根據3月份的商業衛星圖像和防務情報確認，聯軍對位於伊斯法罕的第8戰術空軍基地實施了決定性的打擊。對於熟悉中東空中力量的人來說，這個基地的名字並不陌生，它正是伊朗空軍殘存 F-14機隊的最後一個大本營。當空襲的硝煙散去，前美國海軍 F-14雷達解析官、防務專家沃德·卡羅爾在仔細分析了傳回的衛星圖像後，得出了一個非常確定的結論：世界上最後一批仍在敵對陣營中運轉的 F-14戰鬥機已經被徹底抹除。從戰術角度看，清除對手具備超视距作戰能力的截擊機是奪取制空權的標準程序，但站在宏觀的國家安全視野下，
這次打擊完成了一個長達20年的歷史閉環。既然對手的 F-14機隊已經不復存在，那麼那條為了維持機隊運轉而存在的地下走私黑市，自然也就失去了繼續運作的價值。既然外部威脅已經被连根拔除，美國就再也不需要為了防範一個已經消失的隱患，而繼續把自家倉庫裡剩餘的幾架退役 F-14當成必須銷毀的危險品。那早在2008年被迫焊死的安全大門，終於有了重新打開的理由。面對轉瞬即逝的歷史契機，華盛頓的立法機構展現出了驚人的效率和跨黨派的共識。2026年3月底，一項名為獨行俠法案的提案被正式擺上了參議院的辦公桌。這項法案的核心目的只有一個：拯救被封存在飛機墳場裡最後3架 F-14D 戰鬥機，並嘗試讓其中一架重新飛上藍天。法案的提出者是蒙大拿州參議員蒂姆·西伊，他畢業於美國海軍學院，曾是一名前線衝鋒的海豹突擊队員。而鼎力支持他的是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馬克·凱蒂，一位退役的海軍 A-6 舰載機飛行員，更是執行過太空任務的資深宇航員。在众議院那邊，包括陸軍老兵在內的多位跨黨派議員也迅速集結，全力推進配套法案。這種跨越黨派、跨越軍種的聯合背書，證明了 F-14在美國國防文化中有着無可替代的傳承價值。他們不僅是在拯救幾噸廢舊金屬，更是在挽救一段屬於老兵的光榮記憶。2026年4月底，參議院以罕見的一致同意方式通過了該法案，制度的枷鎖終於被安全合法的解開。但就在所有航空迷為之歡呼的時候，接手這個項目的工程師們卻陷入了沉默。當他們推開亞利桑那州沙漠機庫的大門，看着那幾架飽經風霜的戰機骨架時，現實的冷水潑了下來。20年前那場徹底的銷毀行動雖然保護了國家安全，但也抹去了恢復這架飛機所需的一切工業基礎。用來鍛造鈦合金成立部件的高壓機床沒了，精密的生產图紙銷毀了，連最基礎的工装模具都早已化為廢鐵。沒有說明書，沒有工具，甚至連替換的零件都無處尋覓。要在這種工業條件完全清零的絕境下，拼湊出一台能承受2馬赫高速飛行的重型戰機心臟，美国的工業界真的能破解這個看似完全無解的死局嗎？要弄明白修復 F-14到底有多難，我們先看看這架飛機的核心構造。F-14之所以在冷戰時期被稱为工程奇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它机身中段那個極其複雜的鈦合金中央翼核。在空戰中，當戰機以2馬赫的速度狂飆，或者拉出高機過載的時候，機翼承受着撕裂般的應力，而這個翼核不僅要扛住這股巨大的力量，還要保證2片沉重的后掠翼在20度到68度之間平滑，精準的來回切換。在上世紀70年代，格鲁曼公司和他的分包商們花了10多年的時間，動用了當時全美国最頂級的巨型高壓锻造設備和真空電子束焊接機，才勉強把這塊硬骨頭啃下來。但問題是，在2008年那场為了國家安全而進行的銷毀行動中，美國人幹得太徹底了。那些龐大的鍛造機床、精密的工裝夾具，連同原始的生產圖紙，全部被當成機密垃圾集中處理掉了。現在亞利桑那州沙漠裡的這幾架 F-14，雖然骨架還在，但裡面的液壓作動筒早就老化斷裂，關鍵的成立部件也出現了裂紋。按照傳統的航空制造邏輯，如果某個零件壞了，你得去找原厂的模具重新開模鍛造，但現在模具連灰都不剩了。如果為了修復区一架飛機，去重新建立一整條70年代的重型鈦合金鍛造生產線，那個成本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工期更是遙遙無期。這條路基本上是一條死胡同。但如果你以為美國的工業能力會因為舊圖紙的銷毀而停滯不前，那就大錯特錯了。舊時代的門雖然焊死了，但新時代的工程師們直接用更硬核的科技把牆砸開了一個大洞。面对逆向工程的死局，美國空軍和海軍把目光投向了近年来飞速成熟的一项前沿技術——工業级金屬增材制造，也就是常說的 3D 打印。其實美軍早就開始用這套技術來解決老舊戰機的後勤斷檔問題了。我們看一個真實的案例。就在2026年1月，駐紮在沖繩的美國空軍第18維修大隊遇到了個麻煩，一架 F-15E 戰鬥機的右側座艙冷卻管道壞了。如果按老規矩向本土下訂單等零件，這架飛機得趴窩3到4個月。但後勤團隊聯合海軍陸戰隊的空中支援中隊，直接在基地裡啟動了逆向工廠。他們用金屬 3D 打印機，在不到12個小時內就把這個複雜的替換件給打了出來。飛機第2天就重新升空了。現在這套成熟的工業體系全面接管了 F-14的復生計劃。當面對 F-14身上缺失或損壞的鈦合金機械連接件時，工程師不再需要去翻找發黃的舊圖紙，他們直接拿着極高精度的激光掃描儀，對着殘存的元件進行全方位掃描。幾十分鐘後，一個連微小公差都一清二楚的3維模型就完美呈現在了電腦屏幕上。這正是美國工業體系最讓人佩服的地方。
他們當年為了阻斷敵人的補給線，敢於果斷砸碎自己的生產鏈。而當今天需要傳承歷史時，他們又能依靠下一代的材料科學與制造技術，硬生生把一條斷掉的路重新接上。這種面對困境時的技術韌性，才是支撐他們長久維持航空優勢的底層邏輯。技術的難關被徹底攻克，鋼鐵巨獸的心臟即將再次跳動。但大家可能會好奇，在飛機墳場那麼多堆積如山的殘骸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那3架 F-14？ 如果你翻開這3架飛機的飛行日誌，你會發現，他們可不是什麼湊數的邊角料，他們身上背負着美國海軍航空兵最輝煌的戰士，其中一架甚至在萬米高空經歷過一次讓人頭皮發麻的敞篷驚魂。我們將走進這些傳奇機體的駕駛艙，看看他們到底有着怎樣不平凡的過去。既然法律的綠燈亮了，技術的拦路虎也被 3D 打印給强行清除了。接下來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在飛机墳場那成千上百噸的航空殘骸裡，憑什麼就这3架 F-14D 拿到了重返人间的車票？這3架機體可不是生滿鐵鏽的邊角料，只要你翻開他們機頭側面的維護記錄，你會發現他們簡直就是美國海軍航空兵冷戰歲月的活化石。在這批獲准轉移的機體中，最耀眼的一架，軍方局級編號是159437。對於軍迷來說，它還有一個更響亮的名字 Fast Eagle 107。時間回到1981年的西德拉灣，當時的空戰可不是現在這種躲在幾百公里外按個按鈕的視局外點名。在這場越戰後美國海軍首次經歷的高強度空戰中， Fast Eagle 107在近距離的雷達鎖定下，乾淨利落地擊落了利比亞空軍的蘇 -22 戰鬥轟炸機。這架飛機機身上那枚擊落塗裝，是美軍在那個年代掌握絕對制空權的鐵證。把這樣一架真正見過血、立過實戰戰功的功勳戰機，從粉碎機的履帶邊緣搶救下來，這本身就是對軍事歷史的一次挖掘。而另一架被選中的機體，雖然沒有實戰擊落記錄，但它卻擁有一段讓人啼笑皆非卻又無比硬核的飛行履歷。這架 F-14曾在內華達州的法倫海軍航空站執行一次常規飛行，當時坐在後座的是一位受邀來體驗海軍巡洋艦艦長。結果在飛行過程中，這位艦長不知道是出於緊張還是誤觸，竟然意外拉動了彈射手柄。伴隨着一聲巨響，整個座艙蓋在空中被直接炸飛，後座的艦長被火箭彈射座椅瞬間送上了天。在2馬赫級別的重型戰機上失去座艙蓋，狂風灌滿座艙，這種極端的環境足以讓大部分飛機失控墜毀。但這架戰機的前座飛行員不僅沒有慌亂，反而憑借過硬的飛行技術，硬是把這架變成敞篷跑車的 F-14平穩地降落在了跑道上。這架飛機不僅證明了 F-14機體結構那過硬的可靠性，也成了老兵們茶餘飯後最喜歡吹噓的談資。當獨行俠法案的通過消息傳到老兵社區裡，那些曾經駕駛過 F-14的退役飛行員們沸騰了。前海軍飛行員亞當斯在接受採訪時，聲音都是顫抖的。他說，只要想到這架有着獨特可變後掠翼的老夥計還有可能在美國領空發出轟鳴，就讓人激動得難以入眠。另一位老兵詹姆斯說得更實在，他說自己終於有機會帶着孩子們走到跑道邊，指着那個龐然大物說，看，這就是你老爸當年開的戰機。還有一位叫艾利森·卡什的工程師分享了他的故事。他童年時第一次看到 F-14在空中收起机翼的畫面，那種純粹的机械美感直接擊中了他。為了弄懂這個空氣動力學原理，他初中時就在家裡自己做小型風洞實驗。在長輩的鼓勵下，他終於考取了航空航天工程碩士，現在已經是美國導彈防禦系統裡的一名核心骨幹。像艾利森這樣被 F-14吸引，最終走進實驗室和國防工業的年輕人，在美國數不勝數。在如今這個全靠屏幕和算法的數字時代，沒有什麼比一台噴着高溫尾焰、全金屬質感的重型戰鬥機更能激發年輕人投身國防科技的熱情了。F-14重返藍天，這真的不是一次簡單的民間翻新活動，這是一部融合了地緣博弈、嚴謹立法和前沿工業創新的長篇史詩。回看這20年，你會發現美國在這架飛機上展現出的大國邏輯非常清晰。當年為了確保國家安全，防止原廠零件流入敵國，他们敢於忍痛割愛，把自己的工業結晶送進粉碎機。到了2026年，當依靠強力軍事手段徹底清除了外部威脅後，他們又能敏銳地捕捉到歷史的契機，迅速通過跨黨派法案為文化傳承鬆綁。而面對圖紙銷毀、模具斷代的工程死局，他们沒有選擇放棄，而是用最先進的金屬 3D 打印和數字孿生技術強行鋪出一條新路。當通用電氣發動機的轟鳴聲再次在美國上空響起，當那對標誌性的可變後掠翼在陽光下緩緩張開，這不僅是一架飛機的重生，更是一個國家在面對歷史包袱時展現出的自信與韌性。在現代戰爭越來越依賴無人機蜂群和冰冷冷的代碼時， F-14的回歸仿佛是人類飛行員時代的一曲壯麗挽歌。好了，關於 F-14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 F14再次飛上藍天會是在什麼時候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